一起来看精彩短剧，代号深空绝境迫降故事解说。故事的主角陆航是航空界当之无愧的顶尖高手，他曾担任空军1号御用机长，退役后更是连续3年斩获全国飞行员大赛金奖，实力远超行业一众从业者。本次惊心动魄的航班危机，一切都始于天海首富谭明远的一场秘密出行。谭明远计划亲赴龙都洽谈数百亿的合作项目，为麻痹竞争对手，低调行事，他刻意隐藏首富身份，放弃私人飞机，选择搭乘天海航空的普通民航经济舱出行。此行航线雷暴天气频发，飞行风险极高。谭明远顾虑飞行安全，特意邀请陆航临时直飞，全权担任本次航班的机长，保障全程航行安全。天海航空迅速落实谭明远的安排，公示航班人员调配方案，由陆航出任临时机长，原机长林飞飞转为副驾，副驾沈一川作为备用副驾，全程配合陆航完成飞行任务。工作人员当场向谭明远表态，可借此机会考察公司空乘团队的专业素养。若全程表现达标，谭氏集团将向天海航空注资20亿。航司众人欣喜不已，郑重承诺会提供专业服务，让谭明远满意。随后便着手筹备起飞事宜。待工作人员离场后，谭明远的下属低声汇报，本次临时换机长，谭明远秘密出行的消息全程保密，无任何外人知晓，彻底规避了消息泄露的风险。与此同时，机舱内突发一场无端冲突，一名新来的工作人员不慎撞到机长林飞飞，咖啡不慎洒落在他的制服上。这本是一场无心的意外，却让性格傲慢的林飞飞勃然大怒。他主观认定新人是刻意碰瓷搭讪，想借失误博取自己的关注。身旁同事纷纷附和，直言林飞飞能力出众，眼光极高，最反感异性刻意纠缠，嘲讽这名新人自取其辱。林飞飞愈发得意，当众坦言自己的理想伴侣是蝉联3届飞行大赛金奖的传奇飞行员申空。他自诩容貌出众，业务顶尖，唯有申空这般顶级的行业强者才配得上自己。他还透露早已托人打探申空的身份底细，笃定自己迟早能追到对方。随后厉声呵斥新人，让其彻底打消不切实际的念头，不要再来纠缠自己。没过多久，公司传来重磅喜讯，天海航空成功拿下谭氏集团20亿投资，即将组建全新飞行中队。同事纷纷向林飞飞道喜，以他的资历和业绩，全新中队经理的职位唾手可得，后续还能稳稳晋升正式机长，前途一片光明。正当林飞飞满心憧憬升职加薪之际，临时机长的任命消息彻底击碎了他的美梦。得知自己要降级为副驾，给空降而来的陆航打下手，林飞飞瞬间心生不满，极度抵触。在他的认知里，自己深耕行业多年，业绩优异，绝无理由屈居新人之下。工作人员将陆航带到林飞飞面前完成对接，林飞飞敷衍打招呼，内心却早已对陆航产生极强偏见。他先入为主的判定陆航是为了追求自己，特意托关系走后门，才拿到了临时机长的岗位，只为能和自己在驾驶舱独处，借机纠缠。林飞飞当众鄙夷陆航的卑劣手段，直言他为了追求异性，不惜插手航班核心岗位，拿全机200多名乘客的性命开玩笑，是极度自私恶劣的下头行为。身边同事纷纷站队林飞飞，集体指责陆航不负责任，扬言要投诉驱逐他。面对众人的无端抹黑，陆航只是平静解释，自己是受特邀前来履职，并非众人所想的猥琐纠缠。陆航的解释毫无作用，反而让林飞飞更加愤怒。他强硬放话，哪怕是公司董事长的命令也无效，自己绝不允许视安全为儿戏的陆航进入驾驶舱。因他的强硬阻拦，航班起飞工作被迫停滞，现场陷入僵持状态。落座的谭明远全程冷眼旁观，将机舱内的闹剧、员工的素养短板尽收眼底。下属向他保证会全程把控飞行安全，谭明远却已然对天海航空的团队素质产生质疑，心里开始动摇20亿的投资计划，暗自决定，一旦本次航行出现任何纰漏，必定向航司负责人裴振南追责到底。航班即将起飞，机载仪器全部显示正常的关键时刻，经验老道的陆航敏锐捕捉到致命异常。他通过引擎轰鸣的细微差别判断，飞机左侧引擎的低频共振中夹杂着一丝微弱的金属摩擦异响，判定发动机叶片与传动结构存在故障，强行起飞极易引发空难。陆航立刻大声制止起飞操作，要求全员停飞排查故障。机舱工作人员连忙劝阻，提醒他航班即将起飞，让他立刻返回座位，不要扰乱秩序。陆航始终坚持己见，反复强调引擎存在隐患，绝对不能冒险起飞。可在林飞飞眼中，这依旧是陆航博取关注的闹剧。他看着全部正常的机载设备，不屑地认定陆航满口谎言，只是为了纠缠自己故意编造故障谣言。随后他立刻下令安全员上前，将陆航强行摁回座位。
在场乘客和工作人员纷纷指责陆航无理取闹，毫无底线，纷纷吐槽天海航空用人不当。陆航不曾妥协，不断挣扎警示众人，却被工作人员多次警告，若继续扰乱秩序，就将其强制烤鸭。最终，航班无视陆航的生死预警，强行升空。天海航空总部的裴振南得知机舱闹剧后，无奈吐槽林菲菲性格莽撞，公然违抗安排。下属连忙劝慰，飞机已然起飞，只能静观其变，默默祈祷谭明远不要因此动怒，影响公司的投资合作。飞行途中，副驾沈一川见林菲菲神色疲惫，主动提出替她值守，让她短暂休息。他内心却暗自清楚，林菲菲的疲惫是因为前一晚熬夜玩乐，私会男模。沈一川心生不甘，自认不比外人差，暗暗发誓迟早要拿下心高气傲的林菲菲。航班平稳飞行片刻后，陆航再次预判出致命危机。他通过云层暴涨的异常走势判断，前方航路正在快速形成超大雷暴，一旦闯入雷暴核心区域，航班生还概率近乎为零。陆航立刻高声警示驾驶舱，要求立刻更改航线，规避风险。但他的紧急提醒依旧被众人当成纠缠林菲菲的无聊手段。所有人都觉得陆航屡教不改，毫无底线，为了接近异性，不惜编造各种荒唐理由。沈一川更是心生愠怒，认为陆航只是走后门的空降人员，根本没资格指点专业操作，心里盘算着要好好教训他。面对众人的漠视，陆航不停提醒众人改道避险，可留给航班的时间越来越少。林菲菲凭借多年飞行经验主观臆断，认定前方只是云层偏后，并无雷暴形成迹象。数千万的专业气象预警系统全程无提示，足以证明陆航的判断纯属危言耸听。陆航耐心解释，精密仪器存在局限性，部分隐性、复杂的机械故障和气象危机，只有顶尖飞行员的实战经验才能察觉，仪器未必能够捕捉。这番专业解读依旧无人采信，反而被认定为扰乱飞行安全的谬论。工作人员当即上前，准备将陆航带离，隔离管控。就在工作人员控制陆航之际，一位老者挺身而出，公开为他背书，直言陆航是国内顶级飞行员，自己100%信任他的判断，恳请众人立刻改道避险。老者的善意发声，换来的却是林菲菲的当众怒斥。林菲菲嚣张跋扈，目中无人，自封空中之花，炫耀自己是公司重点培养的骨干，拿下谭氏投资后便能晋升中队经理，是妥妥的行业精英，根本不容外人智慧。随后林菲菲强硬下令，将老者与陆航一同拖拽隔离。被强行带走的陆航满心无奈，当众放话，落地后必定追究所有人漠视生命的责任，让一众固执己见之人为自己的无知付出法律代价。话音刚落，机舱外天气骤变，厚重云层疯狂翻涌，刺眼雷电划破长空，恐怖的特大雷暴如期而至。亲眼目睹极致凶险的天气后，全机乘客和工作人员彻底慌了神，这才幡然醒悟，陆航此前的所有提醒都是救命警示，他从来不是纠缠女性的下头男，而是拼尽全力拯救全机性命的英雄。危急关头，林菲菲立刻尝试联系地面塔台求救，可猛烈的雷暴彻底干扰了通讯设备，航班与地面彻底失联，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。机身持续剧烈颠簸，随时可能解体坠毁，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整架航班，恐惧瞬间蔓延全场，乘客们崩溃大哭，有人牵挂妻儿，有人惋惜即将到来的婚礼，所有人都不愿就此殒命。林菲菲强装镇定安抚乘客，声称会凭借专业能力带领大家安全迫降，内心却早已慌乱无措，没有任何应对危机的办法。众乘客纷纷愤怒，指责林菲菲狂妄自大，识人不明，污蔑、关押救命恩人，亲手将全机人推入绝境。地面总部这边，裴振南紧急接到通报，天海1502航班遭遇特大雷暴，彻底失联。得知谭明远正在机上，他瞬间大惊失色。他无比清楚，谭明远身价滔天，地位尊贵，一旦出现意外，天海航空倾家荡产也无法承担后果。工作人员立刻调取机舱监控，完整还原了全部真相。陆航2次精准预判危机，屡次警示避险，却被林菲菲污蔑纠缠，最终被捆绑关进杂物间。就连谭明远也被一同关押。看清真相的裴振南怒不可遏，当众痛骂林菲菲愚蠢至极，险些酿成灭顶空难。航班之上，雷暴愈发猛烈，机身颠簸愈发剧烈，绝望的氛围笼罩全场。所有人都后悔不已，悔恨当初没有相信陆航的预警，被林菲菲的片面之词误导，陷入必死的绝境。绝境之中，林菲菲几经尝试，终于短暂接通塔台通讯，哭着向裴振南求救。裴振南当众怒斥他的无知莽撞，痛斥他无视专业预警，一意孤行，亲手将全机人推入险境，并下达死命令，要求他必须将航班安全带回，
否则必将牵连其全家追责。短暂的通讯很快再次被雷暴切断，航班彻底失去地面支援。被困的谭明远彻底看清了天海航空的团队乱象，对这家公司彻底失望，打定主意绝不会再投入一分钱，事后必定全面追责。危急时刻，谭明远强行镇定情绪，安抚身边众人，坐稳扶好，自己准备前往驾驶舱支援陆航，合力化解危机。混乱的机舱内，众人惊喜发现陆航已经挣脱束缚，走出杂物间，瞬间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。全场瞬间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将唯一的希望寄托在陆航身上。陆航沉着发声，安抚众人，告知大家危机尚未解除，雷暴仍在扩张，要求所有人立刻系紧安全带，牢牢扶稳座椅，做好应急准备。地面塔台全力运转，裴振南紧急协调周边所有机场，随时待命为航班提供迫降场地。但雷暴彻底遮蔽了航班信号，卫星监测完全丢失目标，工作人员纷纷判定航班凶多吉少。裴振南却不愿放弃，勒令团队持续监测，紧盯动态。机舱内的恐惧情绪持续蔓延，乘客们濒临崩溃。一名女乘客为了求生，当众许诺，只要有人能救下全机人员，自己愿意以身相许，做对方的女朋友。此时雷暴仍在持续暴涨，危机不断升级，情况愈发凶险。陆航快速研判气象与飞行状态，精准得出唯一求生方案，驾驶飞机从雷暴边缘完成急速侧飞，强行突围。这项操作属于顶级极限飞行动作，风险极高，容错率极低。纵观整个航空领域，仅有传奇飞行员深空在3年前成功完成过一次。绝境面前，陆航果断下令，准备执行极限侧飞操作。身边人员惊恐劝阻，直言稍有失误，飞机就会被雷暴瞬间撕碎，机毁人亡。陆航冷静回应，坐以待毙，唯有死路一条，拼死一搏尚有生机。随后他厉声制止全场喧哗，要求所有乘客保持安静，坐稳扶好。在所有人屏息凝神的注视下，陆航凭借顶尖的飞行技术、丰富的应急经验和精准的判断力，完美把控飞行姿态与时机，成功完成超高难度的极限侧飞。片刻后，剧烈的颠簸彻底平息，飞机平稳冲出雷暴云层，彻底脱离致命险境。死里逃生的乘客们瞬间欢呼雀跃，由衷赞叹陆航实力强悍，救人一命。众人彻底看清真相，纷纷怒斥林菲菲自私狂妄、愚昧无知，险些害死全机200余人，下定决心落地后必定追责投诉，绝不姑息。危机彻底解除，航班平稳飞行后，此前许诺以身相许的女乘客立刻翻脸反悔。她找到陆航，声称求生的承诺只是情急之下的戏言，不作数。她依旧高傲自大，直言自己心仪的人只有深空，这辈子非她不嫁，让陆航不要心存幻想。不仅如此，她还自作聪明提出交易，愿意放下身段和陆航做朋友，给陆航好脸色。条件是陆航必须将本次成功避险的所有功劳让给自己，对外宣称是自己力挽狂澜，陆航只是辅助配合。一旁的老者实在看不下去，当众怒斥女子厚颜无耻，险些因她的无知丧命。危机过后，却第一时间抢夺救命恩人的功劳。女子恼羞成怒，炫耀自己容貌出众，追求者无数，愿意接纳陆航已是莫大恩赐。与此同时，航司工作人员也向陆航施压，以20亿投资、中队经理晋升名额为筹码，逼迫陆航让出全部功劳，否则就让他彻底失业。面对众人的威逼利诱，陆航态度坚决，断然拒绝，直言纵容无能狂妄之徒的天海航空根本不配获得巨额投资。航班顺利落地后，大批记者早已等候现场，准备采访本次空难危机的救世功臣。林菲菲抢先一步抢占镜头，颠倒黑白，当众演戏，谎称本次航班险情是因陆航刻意纠缠，扰乱飞行秩序，险些引发，是自己凭借过硬的专业技术力挽狂澜，成功挽救全机人员。为了彻底掩盖真相，抢占功勋与晋升机会，林菲菲私下威逼所有乘务组人员统一口径，严禁泄露真实经过。她笃定事发时通讯中断，驾驶舱无监控，真相无从查证。就算有乘客爆料，自己也能花钱删屏压热搜，彻底抹平负面舆论。另一边，谭明远父女对陆航满心感激。谭明远的女儿谭之夏激动不已，坦言父亲是自己唯一的亲人，若是没有陆航出手相救，自己早已家破人亡，200多名乘客也会葬身长空。他真诚向陆航道谢，陆航始终淡然平和，直言这是自己身为飞行员的分内职责。看着现场众人颠倒黑白，吹捧罪人，抹黑英雄，谭之夏愤怒不已，坚决要揭穿谎言，为陆航洗刷冤屈。谭明远彻底看透天海航空的乱象，当即致电裴振南，严厉斥责其管理失职，纵容员工忘恩负义，漠视生命，直言这样的团队素养
根本不配获得自己的投资。裴振南瞬间惶恐致歉，连忙表示会立刻处理不实舆论，紧急召开专项表彰大会，当众还原全部真相，为陆航证明，从严惩治林菲菲一众相关人员。谭明远认可其处理方案，承诺会亲自陪同陆航出席大会，见证真相大白的时刻。此时的林菲菲依旧沉浸在升职加薪、荣获功勋的美梦之中。心腹前来报喜，告知公司即将召开表彰大会，专门表彰本次航班危机的就是功臣，祝贺林菲菲即将飞黄腾达。林菲菲询问口径统一情况，心腹汇报所有人员均已被摆平，全网舆论和现场说辞全部统一，将陆航定义为闹事纠缠的罪人，将林菲菲塑造成临危救难的英雄。林菲菲满心得意，笃定中队经理的职位稳操胜券，大方许诺日后会提携心腹。周围不知情的记者、工作人员纷纷上前恭维，夸赞他能力出众，功德无量，前途可期。就在众人争相吹捧之际，陆航与谭之夏一同现身表彰大会现场。林菲菲见到陆航，瞬间面露讥讽，误以为他是不甘错失功劳，前来纠缠捣乱，博取自己关注。陆航平静回应，自己今日前来是为了领取属于自己的功勋荣誉。此言一出，现场哗然，林菲菲气急败坏，当众怒斥陆航痴心妄想，恶意闹事，宣称航班是自己救下的，陆航没有半点功劳。他嚣张警告陆航，全员口径统一，无监控佐证，真相无人知晓，强行捣乱只会自取其辱。谭之夏当即出面，厉声斥责林菲菲厚颜无耻，颠倒黑白，为了功名利禄不择手段，险些害死拳击人，还肆意抢夺救命恩人的功绩。现场围观群众和记者纷纷议论，开始质疑事件真相。林菲菲见局势失控，立刻倒打一耙，造谣陆航是追求自己不成，才带女伴前来闹事，故意刺激自己。他再次抬高自己，重申自己此生只倾心于深空，绝不会看上陆航。谭之夏当场反问他从未见过深空，从未被对方认可，仅凭自我臆想就大肆标榜，实属盲目自大。可林菲菲依旧执迷不悟，自信凭借自己的优秀，只要主动示好，深空必定倾心于他。随后他态度强硬，勒令陆航二人立刻离场，否则就呼叫保安强行驱逐。就在保安即将上前之际，裴振南及时赶到现场。林菲菲立刻恶人先告状，哭诉陆航二人蓄意闹事，请求裴振南将其驱逐。不料裴振南当场厉声喝止，直言林菲菲根本不配参加本次表彰大会。裴振南当众揭露全部真相，怒斥林菲菲狂妄无知，漠视专业预警，险些酿成毁灭性空难。事发后还颠倒黑白，抢占功劳，抹黑英雄，品行败坏，无可救药。天海航空绝不姑息此类员工，即便铁证在前，林菲菲依旧不死心，试图以谭氏20亿投资威胁裴振南，扬言要亲自找谭明远评理，毁掉航司的合作项目。话音落下，全程沉默的老者缓缓起身，正是天海首富、谭氏集团董事长谭明远。看清老者身份的瞬间，林菲菲彻底呆滞，面如死灰。他这才惊恐得知，自己此前当众辱骂、肆意嘲讽，甚至捆绑关押的老者，就是手握投资大权的谭明远，而自己贬低嘲讽的女伴是谭氏千金谭之夏。自己所有的狂妄、无知、愚蠢，全部暴露在顶级大佬面前。现场众人哗然，纷纷嘲讽林菲菲有眼无珠，自作自受。谭明远当众细数林菲菲的过错，明确本次空难危机完全源于他的自以为是、固执己见。若非陆航拼死出手，极限救机，拳击200余人早已全部殒命。自己能容忍他嚣张至今，已是最大的仁慈。全场人员纷纷声讨，一致要求公司开除林菲菲，追究其失职责任，甚至报警立案，让他为自己的过错付出法律代价。绝境之下，林菲菲拼命辩解，声称雷暴突发，设备无预警，自己依规驾驶并无过错。裴振南不再给他辩解机会，当众放出驾驶舱隐蔽监控录像，完整还原全程真相，彻底击碎他的狡辩。铁证如山，林菲菲彻底无力反驳。为保住工作，争取宽大处理，他放下所有尊严，卑微求情，许诺只要陆航为自己求情，愿意答应陆航的追求。荒唐的求情引来全场鄙夷，谭之夏当场怒斥其毫无底线，自以为是，根本不配被陆航放在眼里。裴振南不再姑息，当即下令将林菲菲脱离现场，等候公司从严处分。一夜之间，林菲菲多年打拼的事业前途彻底化为泡影，满心不甘却无力回天。身败名裂的林菲菲依旧没有彻底醒悟，反而心生执念，妄图翻盘。他的心腹费尽心思帮他打探到了传奇飞行员升空的豪宅住址，这份消息让林菲菲瞬间重燃希望。
他深知深空背景通天，实力顶尖，只要能成功俘获深空，成为他的伴侣，不仅能洗刷今日所有耻辱，还能碾压裴震南，报复陆航，坐拥无尽荣华富贵，彻底摆脱天海航空的束缚。打定主意后，林菲菲立刻收拾行装，带着心腹奔赴天海顶级豪宅紫辰居，准备主动出击，搭讪攻略深空。站在气派奢华的豪宅门前，他愈发笃定深空实力非凡，自信凭借自己的机长身份和出众容貌，必定能俘获这位顶级飞行员的芳心。可就在他满心憧憬，准备登门攀谈之际，却意外在豪宅门口撞见了本该素未谋面的陆航。陆航看着突然现身的林菲菲一行人，满脸疑惑地开口询问对方来意。故事至此留下终极悬念。